不要待在这里，我不要守寡。娘，你带我回家！我嫁过来才3个月，就要为他守一辈子，我不甘心！我的儿，你忍一忍，只要为霍阳守丧3年，娘一定想办法接你归家。老爷，桂玉在将军府日日哭闹，我怕她撑不下去，要不我们去求求老太君。糊涂！老太君肯收留他，是霍家仁慈，你倒得寸进尺。更何况恒儿去年入朝为官，正是要紧的时候。归于的事，你就当没这个女儿吧。二夫人，你别想不开了，让我死！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没人管我了，谁都不管我了。去请郑家老爷夫人过府。老夫人，这是……总得给他条活路。是。亲家，将归于接回去吧。他大好光阴，何必在此蹉跎？老太君息怒，小女无知，郑家绝无让桂鱼归家之意。罢了。爹，你打我！打你？我恨不得打死你这个孽障！你大哥正在入朝的关键时候，你想毁了他的前程吗？我告诉你，郑桂鱼，你生是霍家的人，死是霍家的鬼，你死也只能死在将军府。嫡姐被父亲断了所有归家的念想，彻底被困在了将军府，而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，是我的夫君谢以安。谢以安这次又高升了，陛下亲口夸赞他国之栋梁，前途不可限量啊！归婉这门亲事，倒是我们家最划算的一笔。他不甘心，凭什么他这个嫡女在将军府活得人不像人，我这个庶女却能母凭富贵？于是他要见我。你来了，姐姐，我听母亲说你身子不适。身子不适？我好得很。我只是在想，为什么到头来抢福的是你，受苦的却是我？姐姐，你冷静点，个人有个人的缘法。缘法？狗屁的缘法！我才是嫡出，金尊玉贵被封诰命的人本该是我，是你这个庶女偷了我的好日子，我要杀了你！姐姐，在怨恨之下，李姐用金簪杀了我，随即自残。所以，当她发现自己重生后，才会那么迫不及待地抢走谢家的亲事。不愧是郑家嫡女，这十里红妆真是气派。是啊，那谢状元郎真是好福气。嫡姐，好好享受你用前世的命换来的风光吧。希望这十里红妆能让你在谢家的日子过得顺心一些。二少夫人，您先在此静候片刻，二公子马上就到。归婉，军中急令，我即刻便要启程，委屈你了。上一世，他也是这时出征，最后却在燕北的大雪中长眠。郎君，我昨夜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你大婚当日便受诏奔赴燕北，监军贪功冒进，命你与大伯追击敌寇。而你们遭受埋伏，不幸重伤，大雪封路又断了粮草。我养在深闺，不通军事，本以为只是一场噩梦，谁知今日竟与梦境一一应验。万望郎君引以为戒，慎之重之。你一个闺阁女子，何以知晓燕北军情？若是细作，郎君说我是细作，为何要告诉你这些？
我大可以等着霍家军全军覆没，坐享诰命夫人的尊荣。郎君可知前世？不，我是说，我曾见过太多凉薄，我本可以做个漠不关心的聪明人。那你为何还？因为我忘不了霍老将军对外祖父的救命之恩，我自幼便听他讲霍家军的故事。我郑归婉一介庶女，谨小慎微，可我知道良心二字怎么写。我不忍那位为我添了2台嫁妆的老太君一夜白头，更不忍数万将士埋骨沙场。郎君，我没有什么能证明自己，但我可以发誓，若我郑归婉有一字虚言，便叫我生生世世不得好死。不必发誓，我信你。多谢郎君。等我回来。来啦，里边请。这位夫人想看些什么？烦请将此物呈于你家主君，另外替我留下一句口信。夫人请讲。请外祖父派遣一位信得过的管事来将军府见我，我有要事相商。夫人的话，小的一定带到。不要报孙家的名号，只说是姨娘娘家来的表亲。老奴记下了。有劳了。时间紧迫，必须争分夺秒，为即将到来的危机做好万全的准备。这只是第一步。二夫人，府外有人求见。二夫人，府外有人求见，说是姨娘娘家来的表亲，还带着信物。快，将人请到花厅。在下孙家长房孙诺，见过二夫人。表姐，家父接到信物，知晓二夫人在盛京，特意嘱咐我前来拜会。如今孙家在盛京的生意都是在下打理。如二夫人信得过在下，但请吩咐在下。表姐，好久不见。但请吩咐。拿去吧，换些银子。夫人，这是您最后一件像样的首饰了。表妹，表妹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这是孙家给你的天妆，怎能拿去典当？表姐，缺银子跟我说。这些你先拿着，不够我再送来。我不能要。好啊！原来是你这个贱人！我们谢家清清白白，你竟与浑身铜臭的商户来往，真是自甘下贱！你说什么？我孙家……娘说的对，谢家不能用商户的银子。表姐，请收回。过来。反了你了！我心口疼，你给我顶着这伤，到我床前伺候一夜。知道了，娘。请表姐姓祝。表妹，快快请起。究竟是何事，值得你行此大礼？今日是我与嫡姐的回门之日，老太君早就为我准备了丰厚的回门礼。你姨娘出身孙氏，孙氏的珠宝成色极好，下次陪祖母一道去挑。过几日便是你的回门日了，老身为你准备了些回门礼，那些礼单我亲自过目了，你且安心，老身不会让你在娘家受半点委屈。
妹妹如今真是贵人，这个时辰才回来。将军府的规矩，想来是比我们家大些。姐姐说笑了，只是路上有些耽搁。不过也不怪你，新婚当日，霍家二郎便出征了，你大概连夫君的相貌也没有看清吧？这夫君啊，还是得日日守在身边才好，不像妹妹，年纪轻轻就要独守空闺。唉，而且战场上刀剑无眼，要是……哎呀，瞧我这张嘴，是姐姐说错话了，妹妹莫怪。既然姐姐知道自己说错话了，为何不起身赔罪？郑归婉，你是嫁了高门，便不将我这个嫡姐放进眼里了吗？嫡姐此言差矣，你诅咒当朝二品将军霍家嫡子出言不逊，是没把将军府放在眼里吗？郑归婉，你少拿将军府压我！瞧你这副小人得志的猖狂模样，与你那个姨娘一样像。谢夫人慎言。奴婢是昭华大长公主殿下赐给二夫人的，二夫人的荣辱便是将军府的荣辱。谢夫人当着奴婢的面如此编排我们二夫人和她的生母，是连大长公主殿下的脸面也不要了吗？谢以安又同前世哄得父亲开怀，连中3元，岂是虚名？爹，您可算来了。爹，妹妹，你姐夫不但才貌双全，待我也十分敬爱。新婚当夜，他便对我承诺，此生绝不纳妾。谢以安上辈子也是这么同我说的，直到我死，他也并未食言。只是……父亲、母亲，时辰不早，女儿该回府了。让管家送你出去吧。真是有趣。祖母，您歇歇眼，喝口茶吧。还是归婉贴心，这管家李氏的活计真是熬人。你看游芳学了这么久，还是一团乱麻。祖母，这些数字看得我头都大了，女儿家学这些做什么嘛？祖母，归婉也想学。哦，你想学这个？从前在闺中，嫡母并未教过我这些，我想多学一些东西，将来也能为您和大哥大嫂分忧。好啊，有这份心就比什么都强。虽然你不是长媳，但多学一些也是傍身的本事。来，坐到我身边来。来，坐到我身边来。我先教你最要紧的如何看账评账。太好了，二嫂你来学，以后我就可以偷懒了。母亲、妹妹们，我做了些杏仁酥，大家尝尝。归婉也在学李氏，正好我院里还有些采买的单子，一会儿你随我去看，我教你如何与那些管事们打交道。多谢大嫂。有您和祖母教导，是归婉的福气。二嫂，你也太厉害了！二嫂，我教你骑马吧。二嫂，你看，云朵性子最温和，最适合初学者了。别怕，我扶着你上马。二嫂，你以前学过？不对啊！
从未学过，或许是有些天赋吧。天哪，二嫂，你真是个奇才！我学骑马可是摔了7、8个跟头呢。那只能说明国公爷教女有方。太雪，我二哥的坐骑，他离家后这马脾气越发大了，谁都近不了他的身。游芳，我想试试。不行，二嫂，这太危险了，太雪会踢人的。我的天！二嫂，我算是服了，你与二哥真是天作之合，连他的马都这般喜欢你。二嫂，你真是让我刮目相看。以前我觉得我二哥是天底下最厉害的男人，现在看来能配得上他的，也只有你这样的奇女子了。你这丫头又来打趣我。对了，说到我二哥，他写给你的信，你看了吗？我没接到信。不可能的，二哥今天刚寄了信回来，你看，他给我的信里千叮咛万嘱咐，叫我在家一定要好好看护你，千万不能让你受了委屈。他这么挂念你，怎么会不给你信呢？不行，我们回去看看。一定是你上午跟着孙诺表姐出门议事，下人把信送去你房里，你还没瞧见。走走走，快点快点！我就说嘛，你看这是什么？无期归晚亲启。哎呦，我二哥真是太肉麻了，酸死我了。二嫂，你快看吧，我就不打扰你们夫妻俩鸿雁传书了。霍瑶，他还活着。这封信是回应吗？将军，北境粮道遭袭，幸亏您提前布防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！梦清，盼梦成真。他在告诉我，我的梦成真了。春鹤姑娘，我听说边关战事吃紧，霍将军被困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，特意来看看妹妹。归晚她回禀谢夫人，我家二少夫人伤怀过度，一病不起了。老太君吩咐了，需静养，谁也不见。什么？竟病得这般重？哎呀，我这个做姐姐的真是心疼。不行，我必须得去瞧瞧她，劝慰劝慰她才行。谢夫人请留步，二少夫人病中体弱，实在经不起探望。您的心意，奴婢一定转达。放肆！谢夫人请留步。放肆！我是她的亲姐姐，探望病中妹妹乃是人之常情，你一个下人也敢拦我？谢夫人有心了，归晚确实病了，大夫说需静养，不宜见客。你的情谊，老太婆替她领了。归于拜见老太君。听闻妹妹病重，我这心里急得跟什么似的。老太君，您可千万要保重身体，霍家还指望着您呢。我们霍家的人还扛得住，倒是谢夫人，新科状元前程如锦，你也该多把心思放在自家府上才是。请回吧。哼，郑归晚，你也有今天。当初抢了我的风头，如今还不是只能躺在床上以泪洗面，等着给霍瑶收尸吧。车轴断了，传令下去，全队卸车，改换雪橇。你手脚都长了冻疮，坐这儿守着粮草，剩下的路我们拉你走。二嫂，真不敢相信你们是亲姐妹，世间竟有此等小人，我霍游芳算是长见识了。不回信，信纸折返便是平安。二夫人，孙掌柜，过了前面的山口就是燕云城界了。还有多远？不足100里。出发。祖母，
郎君已在燕北受困，我要北上送粮送药。可你此去，若是出了意外，我如何跟二郎交代？如何跟你那父亲交代？祖母，我此去是与郎君同生共死的。至于我父亲，他本也不在乎我一个庶女的性命。我是庶女，姨娘去得早，父亲嫡母只当我是个物件。可嫁过来后，您待我好，尤芳和大嫂待我好，就连侄儿吃块饴糖都不忘给我带。你这孩子，这些小恩小惠哪值得你拼命啊！投我以木瓜，报之以穷举。郎君冒着杀头罪名信了我的梦，我若退缩，怎对得起燕北数万将士？祖母，祖母，您这是做什么？使不得，万万使不得！归婉，你此去无论成败，都是我霍家的功臣。阿瑶能娶到你，是霍家几辈子修来的福气。待你平安归来，祖孙亲自进宫，为你请封县主。从今往后，再无人能因你的出身而欺辱你，哪怕是你的父亲嫡母，他将是你永不被剥夺的身份和尊严。将来若是二郎敢待你不好，祖母也允你与他和离。去吧，放心大胆的去，家里的一切有祖母在，霍家的府兵会护你周全。表姐，你怎么亲自来了？这么大的阵仗，我不亲自来盯着，怎么能放心？再说了，没有我，你以为你能一路畅通无阻地调动我孙氏的商队？我只是没想到你会亲自设此险。你想救你的夫家，我也想为我们孙家谋个泼天的前程，我看是机遇才对。前程这一仗若是胜了，我说不定也能混个皇商当当。到时霍将军夫人可得在圣上面前替我美言几句啊。好，只要我们能成功，别说皇商，表姐想要什么，我都为你谋来。出发！夫人，孙小姐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马车陷进去了！不行啊，雪太厚了，根本动不了。归婉，这可怎么办？再拖下去，我们都会冻死在这里。夫人，雪越来越大了，再不想办法，我们人马都要冻死在这里。换雪橇。雪橇？归婉，我们哪来的雪橇？是啊，夫人，我们从未准备过雪橇啊。把车底拆了。原来，夫人您早有准备。从盛京出发时，我就让工匠改造了我们带来的核心马车。我知道燕北之路必有风雪，此乃备用之策。所有人听令，立刻拆卸所有改造过的马车，组装雪橇。是。将粮草转移到雪橇上。是。夫人，雪橇数量太少，跟马车差得远，要把所有粮草运过去，至少得来回7、8趟。我知道，哪怕10趟、20趟，也要一趟一趟的运。这是最后一段路，唯一的办法。去把能用的马匹都调上，分批走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安排。吃点东西吧，看你的脸色都白了。看来战事影响，城中的情况恐怕比我们想的更糟。我们还有多余的食物吗？夫人，还有一些，可给了他们也活不过这个冬天。更何况刚才要不是属下反应快，伤到的就是您了。他们不过10几个人，有了前车之鉴，不敢再造次。分一些食物给他们吧，能多活一天是一天。是。给您。
等我回来。归婉，你确定要亲自去？我们的人可以伪装成商队混进城去，何必要你一个女子冒险？燕云城现在是战时警戒，任何靠近的人都会被当作敌军细作，只有霍家人才能让守城的将士放下戒备，打开城门。可霍家父子出征，带走了所有亲兵，府里那些护卫、守城的将士也不认识啊。正是因为他们不认识，所以只有霍家的人这条血脉才是唯一的通行证。那老太君呢？她也是霍家人，还是大长公主？祖母年事已高，经不起千里冰封的折腾。大嫂要抚育襁褓中的侄儿，离不开。游方尚未出阁，不宜犯险，所以只剩下你了。好，既然你决定了，我就不劝了。但你要答应我，到了城下一定要活着回来。我会的。这里就交给我，你放心，我会带人守好剩下的粮草。等你带着空雪橇回来，表姐保重。郑归婉，再坚持一下，就剩这最后一段路了。从此以后，再也没有人能摆布你的人生，不会再有人看不起你。世人与我层层枷锁，我偏要层层打破。二夫人，快看，到了，我们到了！来者何人？再敢上前一步，格杀勿论！我乃霍瑶的妻子郑归婉，烦请通报，可叫我夫君霍瑶出来相认。我在此静候。开城门！你怎么来了？还好吗？我来送货。他竟然……多谢。多谢。这是军令，你不要多心。我扶你下马。郎君，城外还有80车辎重，因为风雪太大，都被封在了山道外。我已经让一部分护卫将他们换上了雪橇，请郎君即刻派人将更多的雪橇送回去接应。至于跟我来的这些护卫，他们也已经精疲力尽了，还请郎君妥善安排他们歇息。好，这些我来安排，你放心，你先入城休息。多谢郎君。带夫人去我的营房休息，找军医来看看。众将士听令，第一队前方3里山坳设伏，燃烟为号；第二队就地扎营，卸粮盖油布；
第3队随我严夫人来时方向接应，每隔5里留斥候，号角联络，其余人守营地，立刻行动。得令。是。霍瑶，16岁，率800骑备击敌营，斩首2300。17岁，封昭武校尉，领兵逐南蛮300里。腊月23，前世霍瑶就是在今日重伤不治，一颗冉冉升起的将心就此陨落在燕云城。霍家满门忠烈，最终却落得个主将战死、举国告诉的下场。今天这场噩梦永远只是一场噩梦了。你醒了，饿不饿？我给你带了些吃的，快吃吧，这可是我从我爹嘴里抢的。如今粮食短缺，要吃上肉可不容易。我带的粮食不够吗？我对你们需要多少粮食并无概念，时间紧迫，也不敢去问祖母，只能请表姐将我所有的钱拿来定做雪橇，剩下的全部换成了粮食。你带来的粮食虽然不够支撑我们打完这场仗，但已经解了燃眉之急，足以让我们等到京中调拨的粮草送达。桂婉，你救了霍家军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现在不行。郎君，桂婉，你千里奔波，辛苦了，在这里休整几日，等雪停了，便与商队一起回京吧。战场凶险，不是你该待的地方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我在这里帮不上什么忙，反而会令郎君分心。好了，这里离北夷人的营地很近，他们时不时会来夜袭，但不用担心，有我在。继续睡吧。说了。看到霍校尉对你如此珍重，祖父这下可以安心了。表姐此话何意？祖父一直觉得亏欠你娘，当年孙家遭难，家道中落，迫不得已才将姨母送给你父亲为妾，并非是想攀附权贵。后来家中生意终于做大，可姨母却早早病逝了。说来，我能掌管圣经的生意，还要托你的福。家里本不愿意让我一个女子抛头露面，执掌京城的商会，是祖父力排众议，一手扶持我上位。他只有一个要求，就是要我照拂你，无论何时，无论何事。今日出城，霍校尉竟然跟着你称呼我为表姐，我便知道他必定会敬爱你。好了，走了，出来这么些时日，也不知我的生意如何了。桂婉，我就不送你回将军府了，我得赶紧去看看账本。这趟出去这么久，心里实在没底。表姐，这一路多亏有你。说这些做甚？快回去歇着，我让伙计备了马车送你回去。路上保重。知道了，快走吧。二少夫人，您可算回来了。郑家大小姐又登门了，正在花厅等着您，说是一定要见到您才肯走。看来她不见到我是不会罢休了。知道了，我换身衣服就过去。小姐，您可算回来了。大小姐又来了，在花厅等了快1个时辰了。她倒是有耐性，我不在的这些日子，她来过几回。这已经是第4次了，前几次老太君都挡了回去，可大小姐死活不肯走，非要见您。大小姐在谢家过得并不好，谢大人成婚4个月，夜夜在书房挑灯苦读，从不进新房，至今还未圆房呢。知道了。看来他应该是已经无法忍耐了。姐姐大驾光临，不知有何要事？妹妹，你这脸色可真不好看。也是，燕北的事情我都听说了，你也不必太过伤怀。有劳姐姐挂心了。我们总归是一家姐妹，等你姐夫做了高官，平步青云，我会让他照拂你的。
是吗？那可就多谢姐姐了。不过你也别痴心妄想着让父亲将你接回郑家，可怜你年纪轻轻，便只能在这园子里蹉跎了。霍家富贵，我不缺吃穿，在此没什么不好。倒是姐姐，今日来，可是有什么喜事要说？倒是姐姐，今日来，可是有什么喜事要说？喜事自然是有的，只是怕说出来，更衬得你可怜罢了。姐姐，谢家的生活想来清苦，姐姐头上簪的、手上戴的，似乎都还是旧日的首饰，是没有钱买吗？夫人家的首饰不过是身外之物，哪比得上夫君的疼爱重要？妹妹怕是这辈子都体会不到了。哦，是吗？嫂嫂，这只金钗真好看，给我也买一只吧。娘，嫂嫂给我买了金钗。你既嫁入我谢家，就该知道勤俭持家。你小姑子还未出阁，你倒带她买这些花哨东西，是想坏了她的名声。母亲教训的是。鱼儿，我知你委屈，但母亲和妹妹都是为了我好，你身为长嫂，理应大度些。好好享受这最后的富贵，再过些时日，别说步摇，你连这鲜亮的衣裙都穿不得，只能日日穿素，为王夫守监。姐姐这是何意？妹妹还不知道吧？我那个好妹夫霍二郎已经死在燕云城了。你马上就要做寡妇了。姐姐就这么相信一个梦吗？那不是梦，是天意。是吗？那天意有没有告诉姐姐，你那才华盖世的夫君谢以安为何成婚数月，迟迟没有同姐姐圆房呢？你怎么会知道？答案就是我不告诉你。姐姐那么聪明，自己去找吧。二嫂，快看，来了，领头的就是大哥二哥。二嫂，二哥在看你，好多女郎扔香包给他，你赶紧给他扔一个呀！我没带，快扔，让他知道你有多想他。二哥出风头被大哥训了，二嫂你看见没？他多在乎你送的东西。祖母，你都不知道，刚刚二哥二嫂可甜蜜了。好了，儿郎们马上就要入席，府中要设宴为他们接风洗尘，我也去帮忙。归婉，你不用忙，你先回去换身新衣裳。你们这是？二夫人，请更衣。桂婉，我回来了。二嫂，你看见西边角落里那位穿绛红篦子的夫人了吗？就是刚才一直拉着大嫂问东问西的那位。她方才喝多了桂花酿，错把旁边李将军夫人的手当成了点心盘，抓着人家的手就往嘴里送。李夫人吓得差点掀了桌子。诸位谬赞了。郑归婉，霍瑶活着回来又如何？他终究不过一个武将，粗鄙不堪，舞刀弄枪的，能有什么前途？姐姐还是多关心自己吧。不劳你费心，春闱放榜我夫君已高中慧远，前途无量，而且我腹中已经有了他的骨肉。他前世不愿意碰你，别以为我跟你一样。郑归婉，你听好了，
这一世过得好的一定是我。你看什么？你这是什么眼神？你看不起我，还是在嫉妒我？没什么。表哥，你别再护着表嫂了，行不行？放肆！我护着她与你何干？以前你每天都带我练剑，教我骑马，可自从你娶了她，我连见你一面她都不让了。她是你表嫂，你这说的是什么混话？你也长大了，该懂些规矩了。可是你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了。叔父临终托我照顾你，你就是我的亲弟弟。那你告诉表嫂，别让她总拦着我见你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可这一世，为了安抚你，为了你那丰厚的嫁妆，他到底还是与你圆房。你给我站住！郑归婉，你姐姐上个月生了个大胖小子，你可知道？自然知道，姐姐喜得灵子，妹妹心中也为她高兴。回去后便请大嫂按着府里的规矩备礼。按规矩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母亲请放心，就算是按规矩备的礼，也断然不会差到哪里去。毕竟将军府富贵，家大业大，这可是当初母亲亲口告诉我。妹妹，你看这孩子多像他父亲，眉眼鼻子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我们归于就是有福气，嫁了个惠元郎，又生了个嫡长子。你是什么人？快出去！这里是夫人的卧房。王纯，你竟敢擅闯我的卧房，你想做什么？表嫂，求求你，我只剩表哥这一个亲人了。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他一直护着我，若是连他也不要我，我就真的没地方去了。你什么意思？疯子，哪儿来的疯子？来人，还不将他拖出去！表嫂，表嫂，住手！桂鱼，你现在不能动气，这人一定是犯了疯病，娘这就叫人将他撵出去。你给我说清楚，王纯，这是在做什么？桂婉，你没事吧？这满月酒是喝不成了。老爷，您看，桂鱼她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那谢家如此不堪。妇人之仁，你懂什么？我只是心疼女儿。心疼？你知道谢逸安如今是什么身份吗？二皇子的七族已经公开表示有意与谢家结交，这是得了二皇子的青目。父亲，为了前途，您就要女儿守着一个……住口！为了郑家的将来，别说和离，就算是死，你也得给我死在谢家。老爷、夫人，二小姐到了。父亲、母亲，归婉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姐姐疯魔了，你去劝劝她，让她学学你，懂点事，别再给我们郑家丢人现眼。郑归婉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可笑？是不是？我明明已经做了不同的选择，我抢了先，为什么还是走到了这一步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个问题我也无法回答你。郑归宇，谢家不是个好归主。站住！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你心里很得意吧，郑归婉？我为何要告诉你？你我之间何时有过推心置腹的情分？你现在拥有的一切本该是我的，是你从我这里抢走的。我告诉你，郑归婉，我不会就这么认输的。我得不到的，你也休想得到。大小姐回谢家了，跟姑爷和好了。听说大小姐还从家里拿了一大笔银子，给小姑置办了厚厚的嫁妆，买了好多首饰呢。嫡姐向来大方。奴婢还听说姑爷生了国子伯父，连跳3级，如今外头那些夫人太太见着大小姐都围着转，奴婢替您不知和憋屈。国子博士以他的年纪，确实算得上经世之才，只是这才不知道能撑多久。妹妹，给姐姐倒杯茶吧。你如今虽是县主，可到底是我妹妹，想来也不为难你。这是哪家的夫人？
好大的颜面！太子妃恕罪，臣妇失言。你让本宫的表弟妹给你端茶，是觉得本宫不配坐这个位置，还是觉得先皇后不配？臣妇不敢，臣妇绝无此意。太子妃明鉴。既然谢夫人这么喜欢让人端茶，那就端着这杯茶到花园里跪着吧。什么时候想明白了，什么时候起来。姐姐盯着我做什么？可是认错人了。郑归婉，你得意的时间不会太久了。谁？二皇子有令，霍家勾结边关叛军，意图谋反，所有家眷押入宫中听候发落，反抗者格杀勿论。血口喷人！我们霍家世代忠良，你们这是矫诏，是叛国！哼，少废话，动手！妹妹，别来无恙啊！郑归于，是你！你竟敢与叛党为伍！霍小姐还是这么天真。成王败寇，等二皇子登基，我便是开国功臣，而你们不过是阶下囚罢了。妹妹，别急，今夜还很长，我们姐妹俩有的是时间好好叙叙旧。你看，我说过的，赢家还是我。姐姐，我一直不明白，你为何总是缠着我不放。我过得好不好，与你并无冲突。你是庶出，你过得比我这个嫡出好，这就是最大的错误。原来如此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以为还有人能来救你吗？如今里里外外都是二皇子的人，待二皇子登基，谢以安封侯拜相，我便是一品诰命。哼，一品诰命夫人，你可真吵！我二哥17岁就能将他们杀得片甲不留，你以为如今他们能翻出什么浪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！我要再选一次，我要再选一次，下回我绝不会选错！放开我！你们好大的胆子！二嫂，你真厉害！二夫人，请留步。